师傅说我是天生福星，别人对我越好，家里就越旺，相反则家破人亡。从师傅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宋爸爸连夜把我从孤儿院偷了出来。这2年多来，宋家依靠我的福运，财富蒸蒸日上，公司也顺利上市。但因为隔壁唐家的关系，宋家永远都是万年老二，他一点都不满意。凭什么艾斯市的首富不是他？于是他把所有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让我干着佣人的活，住着垃圾房。而遭到这样待遇的我，自然不会给他们一丁点福运。直到前几日，他得知真正的福星根本不是我，于是，在大雨倾盆的夜里，诬陷我弄坏了宋妈妈的衣服，把我赶出了宋家。我晕倒在宋家门口，好在唐妈妈发现了我，这不是住我们家隔壁的小丫头吗？快先把她抱上车，赶紧送医院瞧瞧。唐家和宋家比邻而居，按理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宋爸爸肉眼可见的不喜欢唐家，每次2家人不小心遇见，宋家人都是鼻孔朝天，用冷脸对着唐家人。唐妈妈在阳台上拉小提琴时见过我一次，那次我正在花园里干活，住在花园旁边的杂物间，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满是崇拜。唐妈妈见我在干活，竟为我是佣人家的孩子，心一软，还特地为我演奏了一曲。到了医院后，唐妈妈让唐爸爸去宋家一趟，找我的父母过来，但唐爸爸到了宋家门口根本进不去，宋爸爸还放狗咬他。唐爸爸最怕狗，好好一个霸总变成了落汤鸡。回到医院，抱着唐妈妈一通嚎叫，老婆太过分了，宋朗月太过分了，他居然放狗咬我，我要他别闹了，孩子醒了。唐爸爸一听这话，一秒恢复霸总模样，要多严肃有多严肃，只是那双眼睛透着温柔。我刚睁开眼睛，就瞧见一位英俊的叔叔和一位漂亮的阿姨。宝宝，你醒了，你认得我吗？我是住你家隔壁的唐阿姨，你有哪里不舒服吗？你怎么会一个人晕倒在路边，还磕到了脑袋呢？我听到询问，想起爸爸不要我了，还让我滚的事情，眼神暗了暗。我惹爸爸不高兴了，可是我真的没有弄坏妈妈的衣服。从2岁开始，我就住在花园旁边的杂物间里，我连妈妈的房间都进不去，怎么可能弄坏妈妈的衣服呢？可是爸爸不相信我，还说不要我了。你爸爸是什么人啊？我家几个臭小子3天2头惹我生气，我也没把他们丢在外面不管啊。唐爸爸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回来之前下了那么大的雨，小丫头的爸妈就把她丢在路边不管了，像话吗？孩子面前别说这些。唐妈妈瞪了唐爸爸一眼，转而温柔地对我说，宝宝，你看这样可以吗？你先在医院里好好休息一晚，等你身子好些了，阿姨再送你回家，和你爸爸妈妈好好说说。谢谢阿姨。我也觉得爸爸只是生气了，气消了就好了。以前爸爸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生我的气，不让我吃饭，还关我小黑屋，但过不了几天就又好了，愿意放我出来给我饭吃。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总是对我发脾气，总是因为别人的错责罚我，总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明白为什么几个哥哥住大房子，我住小杂物间，更不明白我的妈妈为什么总是像看杂物似的看我。但我还是期盼着一切都会好的，毕竟他们是我的爸爸、哥哥和妈妈。唐妈妈刚刚结束巡回演奏会，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就留在医院陪着我。唐爸爸虽然一脸哀怨，但迫于唐妈妈的威压，也跟着一起留在了医院。第2天，医生确定我的身体没有大碍，可以出院回家休养。唐爸爸和唐妈妈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我去了宋家。然而他们到了宋家门口，无论怎么叫门都没人应。明明院子里就有佣人，可一个个都像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似的，视而不见。老婆，天凉了，宋家该……别胡说。唐妈妈也觉得宋家人太过分，转头对我温柔地说，宝宝，要不要先跟阿姨回家，等你爸爸妈妈出现了，阿姨再带你过来。我看了一眼宋家的院子，知道这个时间我的爸爸妈妈肯定在家，他们只是不愿意出来见我。我不想让好心的唐爸爸和唐妈妈受委屈，便点了点头，乖巧地跟着他们进了唐家。唐爸爸家世显赫，从来都是天之骄子，从没被人放狗咬过，更没被人拦在门外。现在一连受了2次气，他哪里能忍？回到家就拿出望远镜盯着宋家的方向。老婆，快！宋家管事的出来了。唐爸爸丢了望远镜，跑下楼，一手抱起正坐在沙发上的我，在宋朗月上车之前，把他堵在了车门口。宋老板，聊聊。唐爸爸挑眉，一胳膊肘压在了宋朗月的车门上。爸爸，我冲着宋朗月叫了一声，啥玩意？他是你爸？唐爸爸诧异道。宋朗月本就厌恶我，觉得我没给宋家带来巨额财富，现在看到我还和他最厌恶的唐家人搅合在一起，对我的厌恶更是浓郁的要溢出来。谁是你爸爸？别乱叫！宋朗月眼里满是恶意，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孩子，1岁多就被人丢在了路边，我看你可怜才将你带回家，好心养了你2年，你还恬不知耻的赖上瘾了。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有什么资格叫我爸爸？我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懵了，小身子不住的颤抖，一张小嘴张张合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宋朗月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懂，可连在一起我却听不懂了。什么叫我是被人丢在路边的孩子？
什么叫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什么叫我没有资格叫他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吗？我记事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宋家，宋家怎么会不是我的家呢？一时间我连骗自己的理由都找不到了。滚！唐爸爸再也忍不住，让唐妈妈捂住我的眼睛和耳朵，松了松筋骨，一脚踹在了宋朗月的肚子上。这一脚是还你昨天放狗咬我的，这一脚是还你今天早上让我吃闭门羹的，这一脚是替宝宝还你昨天欺负他的，还有这一脚是我现在不高兴了就想踹你。宋朗月没想到唐爸爸说动手就动手，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肚子时，唐爸爸已经抱起我，拉着唐妈妈的手回了家。回到唐家别墅后，我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动作也没有。唐妈妈看了很是担心，将我抱进怀里，拉着我的小手轻声细语说了很多话，不知是哪句话戳中了我，原本安静的我突然哭了起来，没有一点声音，只是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唐妈妈很是心疼，她知道宋家一家人多少有些不讲理，却没想到他们连一个4岁的孩子都欺负。宝宝没事了，没事了，哭出来就好了。唐阿姨，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身子都在发颤。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家了，我不是灾星，我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不是。你当然不是了，你是最可爱的宝宝啊！唐妈妈连忙安抚，你别听那人胡说，你要是愿意就留在阿姨家里，阿姨正好缺个宝贝闺女呢，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阿姨就是你妈妈。唐妈妈一连生了4个儿子，早就盼着有个闺女了。隔壁宋家有眼无珠，这么可爱乖巧的小宝贝都不要，她可要好好疼惜。唐妈妈将哭累睡着的我放到床上后，去找了唐爸爸，说起我的事情。我看宋家不是什么好地方，孩子待在他家就是活受罪，你想个法子把孩子收养过来。老婆，你是说不嫌弃几个臭小子了？唐妈妈风情万种地瞪了唐爸爸一眼，一直盼着闺女呢，现在宝贝闺女上门了，还不快去干活？遵命，老婆大人。唐爸爸抱着唐妈妈亲了一口，兴高采烈地去办手续了。我是宋朗月找人偷来的，他不敢对外透露我的存在，自然更不可能办理收养手续。唐爸爸了解到我是无父无母，连户口都没有的状态后，很快就找人办理了收养合同，当天就把我加到了唐家的户口簿上。我醒来的时候，唐爸爸已经拿着新鲜出炉的户口簿站在我的床前了。宝贝，快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爸爸的宝贝闺女了。唐爸爸将户口簿翻开，教我认识上面的名字，这是你的名字，唐之威。这上面第1页是爸爸的名字，然后是妈妈的名字，还有你4个哥哥的名字。他一页一页翻给我看，眉眼间满是愉悦和温柔。我缓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从小到大一直对我不好的爸爸不要我了，说我不是他的女儿，还骂我，让我滚。在我以为自己无路可走，连杂物间都没得睡，要流落街头的时候，唐爸爸和唐妈妈把我写进了户口簿，给了我一个梦寐以求的家。从懂事起，我收获的善意就很少，宋家人都不喜欢我，总欺负我。这是我第一次收获到这么多善意，在感受到善意之后，我反馈给他们的金色光芒也浓郁了不少，整个房间被金光充溢的暖洋洋的。唐爸爸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觉得浑身瞬间顺畅了不少，整个人轻松的像是吃了灵丹妙药，身上的小病小痛都消失了。他正觉得通体舒畅，心情愉悦时，手机响了起来。老板，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电话刚接通，就传来秘书兴高采烈的声音：您那个被有关部门卡了将近半年的项目审核通过了！哈哈哈哈哈！唐爸爸一高兴就没控制住，原形毕露。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不是霸道总裁，而是纨绔少爷。高兴了就只想撒欢，不想维持严肃冷峻。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还嫌不够，跑到床前，把我从床上抱了起来，举了好几次高高。哈哈哈哈哈！宝贝，爸爸太开心了。你看你一来，爸爸的运气都变好了，你真是爸爸的小福星。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被举高高过，那种升起落下像飞一样的感觉让我很欢喜，也跟着开心地弯起了眼睛。真好啊，唐爸爸喜欢我，而不是像宋家人那样讨厌我。宋家不要我了，我也不要宋家了。几乎在我生出这个念头的瞬间，宋家本就稀薄的金光更是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在1天之内，宋氏集团一连损失了2个合作方，一家食品加工厂也被卫生局查封了。宋朗月当时正在医院处理外伤，接到电话后气得把手里的手机砸了个稀巴烂。他就知道那个死丫头是灾星，撞见他准没好事，他得赶紧去把真正的小福星接回家。等真正的小福星来了，宋家肯定就能转运了，到时候区区一个唐家，还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唐家住了2天，睡的是暖乎乎的大床，住的是漂亮的大房间。唐爸爸和唐妈妈还给我买了许多漂亮的洋娃娃，一大堆我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的漂亮衣服，这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也不敢奢望的。我每天都幸福的像是掉进了蜜罐里，感觉像在做梦。因为唐家对我太好了，我怕回报不了。这天一早我就自己打扫了房间，还去了厨房，准备给唐爸爸和唐妈妈做一顿早餐。在宋家，佣人们知道我不受宠，总爱逮着我欺负，还把活都丢给我干，除草、做饭、洗衣服、拖地，干不好就不准吃饭。宋
宋朗月的夫人梁婉晴对这些一清二楚，却从来不会为我做主，偶尔还会落井下石。为了一口吃的，我什么都学会了，也什么都能干好。唐爸爸和唐妈妈起床的时候，早餐已经做好了。夫妻俩看着桌上的早餐都很诧异，得知是我一大早起来做的，唐妈妈更是感动又心疼。宝宝，你才多大呀，怎么能做这些事呢？她抱着我亲了亲，以后这些事都留给你爸干，在唐家我们女孩子等着吃就好了。你爸爸要是不在家，还有你几个哥哥呢，等他们回来让他们干。对，知薇，你妈妈说的对，唐爸爸无条件支持。我没经历过这种事情，一时间有些诚惶诚恐，怎么可以让爸爸和哥哥们干活呢？在宋家，宋朗月和梁婉晴就是天，他们从来不干活，更别提宋家的几个哥哥。他们平时瞧见我不欺负我，不踩我两脚，我就很开心了。爸爸妈妈，这是我来到唐家之后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唐爸爸和唐妈妈抱着我亲了又亲，还把我做的早餐吃得干干净净，一个劲的夸奖，宝贝真棒，真能干，做的东西也好好吃。真的吗？我被夸得晕乎乎的，刚刚的惶恐都忘了，小脸上满是笑容，眼睛亮晶晶的。当然是真的了。唐妈妈笑着又亲了亲我的小脸蛋，不过以后这种粗活还是让你爸爸和哥哥们去做吧，我们女孩子呢，漂漂亮亮的就好啦。得到夸奖的我太过高兴，太过感恩，福运源源不断的往唐爸爸和唐妈妈身上飘。一顿早餐下来，两人身上的金色光芒又浓郁了不少。宝贝，妈妈要出趟门，你要不要跟妈妈一起去？唐妈妈收到好友的邀请，要去国家剧院参加排练。唐爸爸公司也有事，需要去公司一趟。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个人在家里没事的，不用担心我。我知道大人都有工作，都会很忙，所以会乖乖留在家里。两人询问了我的意见，确定我想留在家里后，就给4个儿子里最无所事事的老三打了电话，告诉他家里多了一个妹妹，让他回家照顾妹妹。打完电话也不等儿子的反应，夫妻俩就挂了电话出了门。半个小时后，一辆跑车飞驰而来，停在了院子里。一个染着一头黄毛，戴着墨镜，穿得有些随意，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痞气的英俊少年，从跑车上一跃而出，冲进了别墅。爸妈，你们在电话里说的啥玩意呢？唐家三哥刚扯开嗓子叫了一声，就瞧见一个穿着红色小裙子，长得像糯米团子似的小女孩出现在2楼的楼梯口，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有些好奇又有些忐忑地偷偷瞧着他。哦，不是吧？他心里嘀咕，爸妈都一把年纪了，还真给我弄了个妹妹出来，而且一弄就弄这么大的。唐家三哥的眉眼和唐爸爸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浓眉大眼的型男，严肃的时候有点骇人，让人不敢靠近。我在宋家的时候就不被宋家的哥哥们喜欢，还老被欺负，这回看到唐家三哥这个神情也有些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叫了一声，哥哥，停，先别叫，我还没认你呢。唐家三哥被我的小奶音叫得心肝颤，怎么能这么奶这么萌呢？但他知道妹妹是麻烦的生物，还没做好被麻烦的准备，可不能随便答应。我听到这话，期待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唐家三哥眼看着我亮晶晶的眼睛变得灰扑扑的，心里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可妹妹真的很麻烦啊，再可爱也没用。他好兄弟就有个妹妹，整天不是哭就是闹，任性的要命，一不高兴就甩脸色动手抓人。他可不想过那种鸡犬不宁的日子。你该干嘛干嘛去。唐家三哥觉得不能因为一时心软就给自己找罪受，他戴上耳机，谁也不理，回了房间。看到唐家三哥从我身边走过去，关上房门，我有些难过，也有些泄气。我是不是真的很讨人厌？所以无论是宋家的哥哥还是唐家的哥哥都不喜欢我。我不知道，在我失落的低下头闷闷不乐地下楼之后，已经关上房门的唐家三哥又偷偷摸摸地打开了一条缝，暗中盯着我的背影瞧。瞧完之后，他察觉到自己的举动有点奇怪，又浑身一激灵地关上了房门。但关上房门后，他却拿出手机给好兄弟打了电话。卧槽卧槽卧槽！我跟你说，我爸妈给我找了个妹妹，妹妹你懂吗？就这么一丁点小，他还叫我哥哥。顿了顿，唐家三哥傲娇的补充，不过叫我哥哥也没用，我可不是你，我才不会跟你一样抱着个烦人的妹妹当宝贝。好兄弟笑了一声，哦，是吗？你确定？别到时候打脸哦。那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我正因为唐家三哥的冷淡和疏远，心情低落，又害怕的坐在楼下沙发上发呆时，家里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来拜访的客人，连忙起身去开门，结果站在门口的是膀大腰圆的宋家女佣。这个女佣是负责厨房做饭的，平日里最爱欺负我，没少仗着自己管厨房为难我，让我替她干活，甚至有时候故意让我吃馊了的隔夜菜。好啊，我说你躲哪去了？原来躲到唐家来了。女佣一见到我，眼珠子一瞪，伸手就要去拧我的胳膊。这么富贵的地方，是你一个下等人能待的吗？宋家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宋朗月和梁婉晴亲生的，平日里打骂我，宋家人也从不在意。这个女佣自然不会对我手下留情，只是她没想到，向来不敢躲，只会倔强盯着她的我，这次居然躲开了。好啊，你居然还敢躲，真是反了你了。宋家这2天特别不顺，几位主子回来就发火，佣人们也一个个胆战心惊。女佣这次来找我，是因为宋家2少爷回来了，要吃8宝饭，他做了3次都不满意，还大发雷霆，说他要是做不出以前的味道，就让他卷铺盖滚蛋。
女佣哪里知道以前的味道是什么样？以前几位少爷吃的八宝饭都是我做的，他不想丢工作，自然得来找我，把我抓回去做饭。女佣瞪着眼睛，凶得不行。我转身就跑，外面的动静惊扰了还在房间里打电话的唐家三哥。他打开门一看，就看到一个腰粗的像水桶，眼睛大的像牛眼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追他还没承认的妹妹。卧槽，哪里来的恶婆娘？唐家三哥眼看着我被那个女人抓住，还要打人，下意识就冲上前把我从他手里抢了下来，还一脚将女佣踹了出去。踹完发现人被踹晕了，他条件反射的蹲下身，抱着我一阵检查，还念念叨叨的安抚：怎么样怎么样，没吓着吧？不痛不痛，都飞走了，没事了。我愣住了，那啥，你刚啥也没听见，我啥也没说啊。唐家三哥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在心里骂了一句，咳嗽了一声别扭，又生硬地说：我可没安慰你，你别自作多情。这恶婆娘是哪来的？她抓你干嘛？虽然唐家三哥让我不要自作多情，但我还是看出了他是在保护我，而不是像宋家哥哥那样从来不管佣人们怎么欺负我。有人保护我的胆子也大了些。她是隔壁宋家管厨房的阿姨，应该是宋家有谁回来了，想抓我过去帮他做饭。啥玩意？唐家三哥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看了眼地上的女佣，又看了看瘦得没多少肉的我，你才这么一丁点大，他居然抓你去做饭，还要不要脸了？而且你是我爸妈带回家的吧？我爸妈说了你是我妹妹吧？他这是欺负你，还是欺负我们唐家没人？宋家这2年发展比以前快了不少，但始终比唐家差一截。唐家是2年前搬来 S 市的，在唐家搬来之前，宋家是 S 市的豪门新贵，风头无两。但唐家一来，宋家就成了千年老二，两家还比邻而居。在学校里，宋家老大被唐家老二压着，宋家老二被唐家三哥压着，宋家老三被唐家老四压着。宋家的几位少爷也一直是千年老二，宋家人简直恨毒了唐家人。以前宋家最多就是给唐家人冷脸，在背后使绊子，但从来不敢上门挑衅，唐家也只当他们是跳梁小丑，懒得理会。可现在宋家的佣人居然敢上门来抓刚到唐家的妹妹去给他们做饭，真是给他们脸了。唐家三哥脾气暴，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打架斗殴绝对是第一。就算他现在没承认，我也是他唐家的人，既然是家人，就没有被人欺负的道理。走，哥给你找场子去。唐家三哥一手抱起我，一手像拖死猪似的将晕倒在地的女佣拖了出去。到了宋家，唐家三哥直接用女佣庞大的身躯砸开了宋家的大铁门，随后拽着女佣的胳膊抱着我，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宋家的院子。宋家贪图享受和脸面，佣人特别多。唐家三哥这一来，把宋家的佣人都吓了一跳。他们认得唐家三哥是隔壁首富家的三少爷，看到他怀里抱着的是我，还拖着生死不知的女佣进门，一个个又诧异又心惊，都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唐家三哥穿过前院，到了别墅主厅，又用女佣砸了门，砰的一声巨响，把里面的人都惊动了。宋家老二听到动静，不悦地皱起眉头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脚底下还踩着自家女佣的唐家三哥，脸色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宋家老二和唐家三哥同校同年级，但在学校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更喜欢唐家三哥。明明他学习成绩比唐老三好，可唐老三只会打架斗殴，惹是生非，偏偏就是更受欢迎。唐毅，你什么意思？哟，这不是宋老二吗？我还以为是哪条狗在这里乱吠呢。唐家三哥脾气不好，最讨厌伪君子，而宋家老二恰好就是他最讨厌的那种。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宋家老二，就是你这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派人去我家抓我妹妹过来给你做饭。宋家老二最见不得唐家三哥这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样子，气得身子都绷紧了。唐毅，你别太过分了，我什么时候抓你妹妹过来给我做饭了？你无事生非也得有个限度，还冤枉你了不成？唐家三哥直接抱着我去厨房接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全泼到了女佣的脸上。女佣被泼醒过来，一睁眼看见宋家老二，连忙连滚带爬的爬过去。二少爷，二少爷，你救救我！这唐家的人就是个疯子。宋家老二被女佣丢了脸，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压低声音质问道：乔姐，怎么回事？二少爷，你说要吃八宝饭，要以前的那种味道，我就去找人给你做了。可谁知道那做饭的死丫头有了靠山，还让人倒打我一顿。二少爷，我这可都是为了您啊！做饭的死丫头。宋家老二这才注意到被唐家三哥抱在怀里看不清面容的小女孩。你的意思是我以前吃的八宝饭是那个小丫头做的？是。女佣不敢说谎 ，no， 地应着。反正宋家人都厌恶我，就算知道了是我做的，也不会惩罚他。怎么着？现在证据确凿，愿意认了。宋家老二气得青筋暴起，一句不懂事就完了。唐家三哥从来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那我家养的猪也不懂事，让你去我家帮我端茶倒水、洗衣拖地，你觉得怎么样？废物！宋家老二忍无可忍，踹了女佣一脚，好端端的跑去唐家做什么？还去找唐家的女儿过来做饭，这不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吗？宋
宋家老二到现在都还没发现，唐家三哥抱着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以前给他送礼物，还被他嫌弃有细菌，转手就丢进垃圾桶的我。怎么，你还想杀人灭口，毁灭人证？唐家三哥挑眉，宋老二，我告诉你没用，我妹现在被你家的恶女佣吓坏了，你今天不给我妹道歉，再赔偿我妹精神损失费，这是没完。宋家老二憋屈的要命，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可打又打不过，只能咬牙忍下。行，我道歉，你要什么赔偿？赔偿那都是小事，我也不差你那点钱。唐家三哥那副我就是土豪，瞧不起你那点钱的嘴脸，把宋家老二气得不行，连君子风度都维持不住了。你究竟想怎么样？也不想怎么样。唐家三哥抬着下巴，你现在过来，好好给我妹鞠个躬，说声对不起，再往我妹账户上转个500万，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不敢欺负我妹了。今天的事就算结束了。我在宋家被欺负了2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被欺负的时候站出来保护我，还让欺负我的人给我道歉。虽然唐家哥哥还没认我这个妹妹，但我已经很高兴了。怎么不愿意呀？唐家三哥说着，真的去拿手机。不愿意也行，我记得你爸要你和李家公子搞好关系吧？你不愿意，那我这就打电话给他，说你欺负他老大了。对不起，宋家老二打落牙齿和血吞，对着我鞠了一躬，还道了歉。唐家妹妹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家里的佣人出现在你面前。我不原谅你。我转过头望向宋家老二，宋家老二这才认出我，诧异不已地望着唐家三哥和我。宋之威，怎么是你？你怎么会？我不叫宋之威了，我叫唐之威。一开始我也想和宋家的哥哥们处好关系，给他们做礼物做饭，每次他们回家我都跑过去偷偷看，希望能有一个哥哥看到我，可没有一个人在意我，珍惜我的心意。这个宋家老二表面收下了我的礼物，转身就丢进了垃圾桶，还拿出湿巾擦了好几遍手，和佣人说我脏，说我臭，说我身上都是细菌，就该和垃圾为伍。佣人听了之后，当天就把我关到了堆满垃圾的垃圾房里。那是夏天30几度的高温，恶臭的垃圾房里，我被关了整整1天。从那天之后，我对宋家老二就死了心，再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什么？唐之威，你在说什么？宋家老二冷下脸，看到唐家三哥抱着的是我，突然有了底气，这根本就是我们宋家家事，轮得到你们唐家多管闲事？宋之威，你是我宋家的女儿，谁允许你改随别人的姓的？我当是谁吃里扒外，还找个外人过来对付自家人，原来是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宋家老二抓住了把柄，瞬间反客为主，冲着我凶了起来，还不赶紧从唐老三身上下来，乖乖向我认错，向乔姐认错。干！宋老二，你凶谁呢？唐家三哥虽然不知道宋家老二说的是怎么回事，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护着我，帮我出气，更别提他早就想狠狠打这个装腔作势的宋家老二一顿了。唐老三，我没和你说话，没和我说话。唐家三哥将我放到安全的地方，随后冲上前，一把拽住宋家老二的衣领，抬手就给了他一拳头。没和我说话，你和谁说话呢？现在能不能好好说话了？唐老三，你这粗鲁！这次唐家三哥直接一脚踹在了宋家老二的膝盖上，不会说话就别说了。说完，他拿起一旁的拖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整个拖把头塞进了倒在地上的宋家老二嘴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旁边的佣人都没反应过来。我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妹只对付这种听不懂人话、满嘴胡言的人，就让他闭嘴，用不着和他客气。我闻言，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无比崇拜地望向唐家三哥。我从来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以前被欺负，虽然我很倔强的不肯认冤，一直解释，但从来没人听。我也没想过还可以这样让人闭嘴，还可以直接把人打趴下，让别人好好听我说话。这时宋家的佣人才反应过来，但知道唐家三哥的身份，他们根本不敢动，只好胆战心惊地跑到宋家老二面前，战战兢兢地将他嘴里的拖把布取了出来。宋家老二是个假洁癖，平时在外人面前特别要面子，现在被唐家三哥这么羞辱，气得都快晕厥过去了。唐家三哥不管他，眼看着宋家老二不肯道歉，就说到做到，直接拿出手机，当着他的面给李家公子打了电话，断了宋家老二攀附李家的路。宋家老二这次气得彻底晕了过去。什么玩意？就这点承受力，还敢在我面前叫嚣，真是笑死人了！唐家三哥鄙夷地冲着宋家老二竖了个中指，随后抱起我，大摇大摆地出了宋家的门。至于宋家之后会怎么乱，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唐家三哥帮我出了气，抱着我回了家。哥哥，你好厉害啊！我由衷地夸赞道。我一开口，唐家三哥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自己还抱着我。哎呀，这小丫头怎么这么会说话呢？这崇拜的眼神瞧得我心里一阵舒坦。他哥、他弟、他爸、他妈可从来没拿这么崇拜的眼神瞧过他。行不行？妹妹都是麻烦的生物，不能心软。你少自作多情，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看宋老二不顺眼了，那家伙平时在学校就装腔作势、装模作样，我早就想打他了。唐家三哥心里提醒自己不能认妹妹，但嘴上根本没否认。我叫他哥哥，甚至还一口一个哥哥，自称起来。哎，对了哥，还没问你呢，那宋老二一口一个，你是宋家人，还说你叫宋之威，是怎么回事啊？
唐家三哥将我放到沙发上，挑眉看着我。他平时都在学校，又不爱出门，自然不知道我这2年一直住在宋家，就住在他家隔壁。哥哥，我不叫宋之威，我也不是宋家的人。我耷拉下小脑袋，眼睛也不亮了。我是宋家捡回去的，之前一直住那里。可是前几天他们突然说我是灾星，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孤儿，不是他们的女儿，还把我丢了出来。我怕唐家三哥也因为这个不喜欢我，把我赶走，连忙解释：哥哥，我真的不是灾星，我不会给你带来坏运气的，你不要讨厌我。什么灾星不灾星的，这么迷信的事居然还有人信。唐家三哥嗤笑一声，都21世纪了，还有人信这个说法？那算命的还说我是天煞孤星，克父克母，克妻克子克兄弟呢，我爸妈也没把我扫地出门啊。我诧异地望向唐家三哥，哥哥，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骗你干嘛？唐家三哥瞧着我诧异的小眼神，没忍住伸手揉了揉我的小脑袋。我5岁那年，一个老神棍说的，被我爸拿扫帚赶出去了。我今年都15岁了，也没克死家里任何人。哦，对了，老神棍还说我15岁这年有血光之灾，有性命之忧，得找个贵人帮我转运才能逢凶化吉，否则就算熬过这一劫，也会克死家里人。反正我一个字都不信。他顿了顿，认真地说：小丫头，你与其信命，不如信自己，信在意你的人。要知道，这命是可以改的。哥哥，你说的对，我觉得唐家三哥真厉害，眼里的崇拜藏都藏不住。感受到他的善意和宽慰，我身上溢出了不少白光，冲着唐家三哥飘了过去，也冲淡了不少他身上积累已久的黑气。唐家三哥只觉得自己最近几年日益混沌的脑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面对我直白而热烈的眼神，这个自称糙汉子的少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好像有个妹妹，倒也不错。不行不行，唐家三哥刚想到这，又想起了他那个当牛做马的妹控好兄弟，顿时浑身一个机灵。他可不能这么想，可不能掉进妹控的坑里。行了，你自己待着，我先回房了。唐家三哥逃也似的，快步上了楼。我觉得唐家的人都很好，无论是唐爸爸、唐妈妈，还是唐家三哥，我喜欢这个家，也想对他们好。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就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唐家别墅和宋家别墅一样大，但唐家只有6口人住，没有请佣人，现在加上我，一共7口人。我拿着抹布上上下下打扫了卫生，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又去厨房做了午饭。我不知道唐家三哥喜欢吃什么，就搬着小板凳踩上去，拉开冰箱，把里面我会做的食材都拿了出来。番茄炒鸡蛋、酱爆茄子、干锅花菜、玉米排骨汤。经过1个多小时的忙碌，午饭做好了。我穿着小棉鞋哒哒哒地跑上楼，拍了拍小胸脯，深吸一口气，敲响了唐家三哥的房门。哥哥，你在忙吗？唐家三哥正在屋里玩游戏，听到敲门声叫停了队友，打开了房门。有事？哥哥，我做了饭。做饭？唐家三哥觉得不可思议，我靠宋家的那个女人说的都是真的。宋老二以前吃的那些东西真是你做的？我乖巧的点了点头，因为没有系统学过，我做的东西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每一样都是我抱着虔诚的态度用心做的。在宋家，我缺衣少食，还经常饿肚子，所以舍不得浪费一点点食物。每次面对得来不易的食材，我都会把边角料也利用到极致，希望能通过这个正口吃的。也因此，凡是吃过我做的饭的人都说很好吃。我期待地望着唐家三哥，希望他也能喜欢。厉害了，妹妹！唐家三哥没忍住，又揉了揉我的小脑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哥他们根本不让我进厨房，还说我做的东西连猪都不吃。走，带哥，瞧瞧去。前脚还说绝对不会沦为妹控的唐家三哥，后脚就把还在等他开局的队友全忘了，完全沉浸在带妹妹的快乐中。等他享受完美食，吃得停不下来，还想再来一碗米饭，配菜时饭已经吃完了，1个半小时也过去了，他还是完全没想起来还有队友在等他。唐家三哥对于今天在家的体验很满意，他学习成绩从来都是倒数，除了打架没啥用，在家从来都是被2个哥哥和1个弟弟比下去的对象。现在家里多了个妹妹，不但软萌可爱，还一天到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好像他就是妹妹的天，妹妹的依靠，妹妹的天下第一，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别看唐家三哥平时打架都大开大合，糙得要命，但细心起来也很可怕。他带着我进了他的房间，给我拿他小时候玩的玩具，见我对他收藏的手办很感兴趣，还耐心给我介绍起来。在我眼睛亮闪闪地望着他，一副哥哥好厉害的模样时，甚至在我感兴趣地盯着一个放在最高处的手办时，他把那个手办拿了下来。这个很贵的，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收藏品级别的手办，你可以看看，但不准弄坏了。谢谢哥哥，我会保护好这个娃娃的。我没想到唐家三哥居然会注意到我在看这个漂亮的手办，还拿出来放到我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哥哥呢？哎，你别再看我了，你再看我，我也不会把别的拿出来给你玩了。唐家三哥真怕自己自制力不够，又把其他手办拿出来，他不敢再看我，亮晶晶满是喜悦的眼睛，连忙将我抱到沙发上，你就坐在这里自己玩吧。
他自己则逃也似的跑到电脑前，重新开始打游戏，一边打还一边时不时分心回头看一眼，还说服自己只是担心我把他的宝贝手办玩坏了，根本不是担心我。唐爸爸和唐妈妈傍晚才回来，发现我在唐家三哥的屋子里。唐爸爸对唐妈妈眨了眨眼，老婆，你还说怕老三欺负之威呢，这不是挺好的吗？我倒是真没想到这个臭小子能把妹妹带好，以前让他带老四玩，他可没少欺负老四，见唐家三哥能和我好好相处，唐爸爸和唐妈妈也就放心了。毕竟唐家三哥走的是体育特招，已经提前被学校录取，现在不用去上课，平时他们忙起来还得靠他在家照顾妹妹。确定家里没出事，两人就商量起了我的学业问题。4岁的小朋友可以上幼儿园了，当晚他们就询问了我的意见。我知道幼儿园，却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去。梁婉晴有个很宝贝的侄女，和我一样大，平时到宋家玩就喜欢嘲笑我住垃圾堆，还向我炫耀幼儿园有很多玩具，很多好吃的，说一学期学费要5万块，问我见没见过5万块。我连5毛钱都没见过，自然没见过5万块。我没去过幼儿园，一直很羡慕那些能去幼儿园的小朋友。爸爸妈妈，上幼儿园会不会要很多钱？我想着要是幼儿园很贵，要5万块，我就不去了。唐妈妈瞬间听懂了我的意思，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不要钱，要什么钱呀，宝贝。她抱着我轻声说，你爸爸名下有10几家幼儿园呢，你想去哪家都成，全都是免费的。因为家里孩子多，唐爸爸怕孩子到幼儿园被欺负，就投资了幼儿园。等孩子们都长大了，他发现投资幼儿园挺赚钱，还能扩展人脉，就没停止过这项投资。对，没错。唐爸爸得意地补充，宝贝，爸爸不但投资了幼儿园，还投资了小学、初中、高中，你以后就算也一样可以想去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像你三哥成绩差成那样，次次倒数一样，可以上初中、高中，就因为爸爸投资的学校多。唐妈妈瞪了他一眼，你还得意起来了？成绩差还不是遗传的你？是，老婆说的对，都是我拖全家后腿了。唐爸爸连忙认错，又转向我，宝贝，别听你爸胡说，你三哥虽然成绩不好，但运动细胞好，高中也是自己考上的，虽然不是重点高中，但也不是花钱进去的，没你爸爸说的那么差。哇，三哥好厉害，我由衷的夸赞道，啥玩意就厉害了？唐爸爸听见这话还有些吃味，家里的倒数第一怎么就厉害了？正在房间里打游戏的唐家三哥突然打了个喷嚏，我擦，肯定是那个糟老头子又在骂我了。我上幼儿园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唐爸爸和唐妈妈给我找了一家距离家里最近的幼儿园，带着我去报了名，还特地从公司调了一个司机过来，负责我平时的上下学。与此同时，被唐爸爸暴打一顿，休养了一整天后，又马不停蹄去外省接真正的小福星的宋朗月也回到了 S 市。这次他不仅把小福星带回了家，还安排进了最好的房间。宋朗月对待新领进门的小福星的态度，和当初对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洋洋得意，幸好当初没好好对我这个灾星，现在得知被骗后，也第一时间把我扫地出门了，否则就亏大发了。宋朗月不知道，无论是2年多前向他透露我是福星，自称是我师傅的大师，还是最近告诉他我是灾星的大师，都不是什么好人。就连他这次带回来的所谓小福星，其实也是被人算计过的，而且这个小福星还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只比我小了不到2个月。宋朗月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新请的大师说，只要把新来的小福星宠上天，宋家就能发财，能超过唐家，成为 S 市的新一任首富，甚至走出亚洲，冲向全世界。宋朗月将新带来的名叫恋恋的小女孩安顿好，又联系了附近最好的幼儿园，随后把家里的几个儿子都叫了回来，警告他们一定要好好对待宋恋恋，还把家里的福运财运都和宋恋恋息息相关的事情说了一遍。宋家的3个儿子听到宋恋恋能帮宋家转运，压过唐家，不用宋朗月警告，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宋恋恋。他们厌恶唐家已久，只要能压过唐家，宠一个小女孩又有什么不乐意的？而这里面反应最强烈、最支持的自然是刚被唐家三哥打了一顿，还受了羞辱的宋家老二。事情商量完之后，宋家老大突然问了一句：“那宋之威呢？”什么宋之威？宋家老二听到弟弟问我，忍不住讥讽道：“他现在叫唐之威了，就是个白眼狼，现在攀上高枝了，还学会带着外人来欺负我们家里人了。你还问他做什么？什么唐之威？二弟，这是怎么回事？”宋家老大虽然没对我好，也没帮过我，但也自认为没有主动欺负过我。会问，也是因为突然想起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还能怎么回事？他看不上我们宋家，看上隔壁唐家了，恬不知耻的跑去巴结，还巴结成功了。我们家供他吃，供他穿，到头来他反过来嫌弃我们，还带外人回来耀武扬威，真是个白眼狼。宋朗月没说我是他丢出去的，在他看来，我本来就是个灾星，白眼狼被家里人误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甚至觉得我就算在外面饿死也不该跟唐家人走，跟唐家人走就是一种背叛。
好了，别提那个不知感恩的小白眼狼了。宋朗月再次把话题拉回来，商量起以后怎么宠爱宋恋恋。宋家老大一直把我当成家里的小猫小狗，他可以不要，但小猫小狗不能自己跑掉。他没想到我居然是个白眼狼，一时间也涌上一股厌恶情绪，有些后悔问起我的事情了。一直没说话的宋家老三眼里闪过残忍的恶意，他对我的背叛很不满。那么一个他随手就能碾死、拿来解压的小丫头，竟然还敢找靠山，敢背叛，真是活腻歪了。宋家家庭会议结束后，宋家老三找佣人打听了发生在宋家老二身上的事情，得知宋家老二居然被唐家三哥打得跪地求饶，还被塞了拖把，觉得有些可笑。他找到了还在生我的气，恨不得把我关起来虐待一顿的宋家老二。二哥，你咽得下这口气？宋家人向来睚眦必报，宋家老三很清楚，宋家老二只是看着温和，其实骨子里比他还自私，还阴险。至少他干坏事从来不怕人看见，就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虐待人、欺负人、羞辱人，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坏事，却让被欺压的人只能跪地求饶的模样，会让他热血沸腾，很有成就感。他最不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没人瞧见多没意思。宋家老二看向宋家老三，你觉得呢？宋家三兄弟骨子里流着自私阴冷的血，他们可以为了利益一致，对外也可以为了一点利益兄弟反目。三兄弟关系并不好，宋家老大早早想着夺取宋氏集团，造反还防着两个弟弟抢家产，但宋家人在谋夺权势、挣钱发财和对付唐家这件事上却出奇的一致。毕竟他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被唐家人压得抬不起头。唐家人都上门挑衅了，还在我们宋家动了手，我们难道不该去讨点说法，赚点利息回来？宋家老三怂恿道：“你是说唐家老三公然上门挑衅，这可是把人丢到我们家来了。要是唐家父母知道了这件事，你觉得打你的唐家老三会被轻易放过吗？唐家不是自诩门风清正吗？我们难道不该去唐家走一走？”宋家老二被宋家老三这么一提醒，才想起来唐家的人最要面子，而唐家老三最爱惹是生非，没少在外面欺负人。他完全可以去要说法，在打压唐家的同时报复唐家老三一把。他就不信唐家老三那个没脑子的为了一个小白眼狼出头，唐家父母也舍得为这么一个小白眼狼和宋家交恶。他毫不怀疑唐老三过来挑衅是个人行为，唐家父母并不知道。只要唐家父母知道了，那个小白眼狼和唐老三还不得乖乖向他磕头认错赔礼道歉？宋老二想清楚之后，还特意在脸上化了妆，把自己弄得惨了一些，随后才去了隔壁唐家敲门。宋家老三纯粹是邪恶因子作祟，想看血腥暴力的画面，想看唐家老三挨打。我被唐家扫地出门，也跟着一起去了。门铃响起，正在楼下客厅练习小提琴的唐妈妈听到铃声，走到门口开了门。一打开门，就瞧见了隔壁宋家的两个孩子。因为我被宋朗月抛弃的事情，唐妈妈对宋家人的印象很不好，但来的毕竟是两个孩子，她没有冷下脸，直接把人赶走。你们有事？阿姨，我们是住在你家隔壁宋家的人。是这样的，你的第三个儿子2天前突然闯进了我们家，还打了我二哥。我想知道这件事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宋家老三先声夺人，率先开口。你说我家阿义打了你家的人，这件事唐妈妈还真不知道。你等等，我问问。他说着冲着楼上叫了起来：阿义、唐义、唐老三，你给我下来！唐妈妈突然变了脸，还这么凶地冲楼上叫，让宋家两兄弟心里有了底气。看来他们猜测的没错，唐家老三是瞒着家里人的。两人对视一眼，好像已经看到唐家三哥等会儿被唐妈妈打得很惨，还不得不跪下向他们磕头认错的画面了。阿姨，你别生气，我来只是想要个说法而已。宋家老二做惯了伪君子，知道家长最喜欢什么样的孩子。见唐妈妈沉着脸生气，更是做出一副得体、善良又大方的模样。他越得体越优秀，没事找事的唐老三就越倒霉，越得认错。妈，啥事啊？听到唐妈妈怒吼声的唐家三哥从楼上施施然走了下来，一看到门口的宋家老二和宋家老三，立即吹了个口哨，挑眉似笑非笑地说：哟呵，伪君子，你还敢来？怎么着？上次没把你打清醒，好好说话。唐妈妈见唐家三哥这吊儿郎当的模样，看似很凶地警告了一句 Yes mother。 唐家三哥站直身体，还朝着唐妈妈敬了个礼。唐妈妈见他在外人面前也这副老不正经的模样，忍不住咬牙踹了他一脚。这个臭小子真是气死我了。这种打闹瞪眼的方式，其实是唐妈妈和唐家三哥平日里的相处之道，看似在凶对方，实则藏着关心和恨铁不成钢。但宋家人没有这种相处方式，更看不懂这是打是亲，骂是爱，他们只看到唐家三哥被凶了，被踹了。阿姨，你别这样，我只是想让唐毅给我认个错。宋家老二见唐妈妈生气，再次做出大方的样子，还火上浇油的开口阻拦。唐妈妈揍唐家三哥，啥玩意？我要认错。唐家三哥听到宋家老二阴阳怪气的话，才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无缘无故跑去打人家了，你打了？唐妈妈瞥了宋家老二一眼，问唐家三哥：打了呀？唐家三哥笑嘻嘻地凑到唐妈妈耳边：母后大人，我可不是无缘无故，他丫的欠扁我，还不能扁他了。唐妈妈呆住了，还真打了。
唐家三哥平时就爱打架，有时候也有人找上门来要说法。唐妈妈和唐爸爸工作忙，不是忙公司和演奏会，就是在世界各地出差。平时面对这种孩子间的小摩擦，都是直接赔钱了事。毕竟每次好像都是他们儿子把人打了。这次听到唐家三哥这么明晃晃、嚣张的承认，他还以为宋家这次的事情和以前那些找上门来要说法的情况一样，以为真的是唐家三哥没事找事，跑去欺负了宋家的2个孩子。老三给人道个歉，妈，啥玩意？我要给他道歉，我让他道歉，他还没道歉呢。唐妈妈愣了愣，那你说你是不是把人打了？你刚还承认了。唐家三哥觉得有理说不清，毕竟母后大人说的也没错，他是打人了，也承认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他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越来越不好使，经常没办法把逻辑说清楚，也听不懂别人说的一些话，所以干脆放弃讲道理，只靠体力解决问题了。妈妈，就在这时，一道小奶音从众人身后响起，我哒哒哒的从楼上跑下来，抱着唐妈妈的腿解释道：不是哥哥的错，是他们欺负人，是他们坏，他们找人来抓我，去给他们做饭，哥哥是带我过去找他们道歉的，但是他不肯道歉，还骂人，哥哥这才打他的，是他们坏，做了坏事不道歉，哥哥才打他的。对，没错。唐家三哥一拍脑袋，连连点头，妈，就是这么回事，是他们先欺负的人，我才动手的。我就说刚才觉得哪里不对嘛。哎，妹呀，别说你还挺聪明的，居然能把事情说清楚，这要是没有你，我可就得被这2个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家伙给冤枉死了。我被夸得有些羞涩，把小脑袋埋进唐妈妈的腿上，所以是你们宋家的人先动手，派人来抓知薇，我儿子让你们道歉，你们不道歉，这才挨了打。唐妈妈弄清楚前因后果，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你们擅自欺负我的女儿和儿子，我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还要我们道歉。宋家老三不知道是宋家老二先派人抓了我，唐家三哥才去宋家找事的。他打听到的就是唐家三哥跑去宋家打了宋家老二，现在被唐妈妈这么嘲讽，他也有些恼怒，像毒蛇似的阴沉沉地盯着唐妈妈，像是想把人除之后快。宋家老二没想到我能把事情说清楚，他本以为按照唐家三哥那个只会骂人不会转弯，甚至语文基础阅读都考0分的脑子，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眼看着占不到便宜还丢了脸，他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怎么还不走？是想留下来再被我儿子打一顿？唐妈妈现在还不知道宋家老二和宋家老三以前对我做过的事，否则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宋家老二和宋家老三见唐家三哥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真的想把他们再打一顿，就算再不甘心也不敢继续待下去，悻悻地走了。呸，什么玩意！唐家三哥啐了一口，砰的一声关上门，随后走到我面前，伸出大手用力揉了揉我的小脑袋，小丫头干得不错，哥没白为你出气。唐家三哥很高兴，他这2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思维逻辑能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暴躁，稍微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想和人打架，每次吵架也吵不过别人。这还是他第1次被人找上门，还占了上风，把事情解释清楚，也没有被妈妈惩罚。唐家三哥的力气太大，我又因为在宋家过得不好，长得比普通小朋友瘦弱，被这么一揉，小身子都晃了晃，差点被按趴在地上。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帮到了哥哥，哥哥好像也很开心。唐妈妈见兄妹俩相处的不错，就是儿子还是太粗鲁，下手没轻没重，开心的同时又忍不住骂了唐家三哥一句臭小子。宋家2兄弟憋屈的回了家，路上2人都没说话，甚至心里都怨恨起了对方。宋家老三想，要不是宋家老二一开始没说清楚，他也不会去丢这个人。宋家老二则想，要不是宋家老三怂恿他去唐家要说法，他也不会丢这个人。于是2人谁也没搭理谁，但同样的，他们对唐家对我的怨恨和憎恶又多了不少。宋家一定要把唐家踩在脚底下，宋家来找事没占到便宜，还被羞辱了一顿。第2天清晨，唐家一如既往的和谐美好。一早，我的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请进。我坐在柔软的大床上，揉了揉眼睛，带着一点点懵懂，用又奶又萌的声音回应：宝贝，早上好呀。唐妈妈带着温暖的笑意出现在门口。妈妈，早上好。唐妈妈听到我的声音，一颗心都快化了。她走到床前，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小呆毛，笑着说：妈妈给你买了些漂亮衣服，刚刚送来了，你跟妈妈去瞧瞧看看，喜不喜欢？漂亮衣服？对呀，现在都已经是深秋了，你身上就那么一件单薄的裙子，妈妈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每种款式都买了2件，你下去瞧瞧，喜欢哪件就穿哪件。等这段时间妈妈稍微空下来些，再亲自给你量尺寸，帮你做2件新衣服，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妈妈说。唐妈妈真的心疼坏了我。在经历了宋家2兄弟过来找茬的事情之后，她特意让唐爸爸去查了一下，才知道我这2年在宋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不给吃不给穿，还把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丢在连佣人都不住的杂物间，冬天冷夏天晒，我能坚强的活下来
来全靠意志力撑着。宋家的那几个孩子更是没把我当人看，尤其是宋家老三，年纪不小了，不但打骂过我，还给我吃过带泥土的狗饭，平时还带着学校的同学欺负羞辱我，让我学狗叫。他的儿子要是敢干出这种事，他不说打断2条腿，打断1条都是轻的。可宋家人呢，视而不见，甚至还落井下石。妈妈，谢谢你，你真好。我长这么大，一共就只有2件属于自己的衣服，一件冬天的，一件夏天的，还都是佣人的女儿穿不下淘汰下来的。而且这些被淘汰的衣服也不是免费送我的，是我干活跟人家换的。得知唐妈妈还给我买了新衣服，还要亲自给我做，我伸出小手，软软的抱住唐妈妈的脖子，轻轻蹭了蹭。妈妈真好。我身上的福运随着我的感恩飘到了唐妈妈身上，唐妈妈享受着小棉袄的亲密，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像是沉浸在日光浴中，心情舒畅的不行。果然，不管生几个臭小子，都不如一个宝贝闺女。唐妈妈抱着我下了楼，客厅的沙发上和地上已经堆放了不少衣服袋子，不但有衣服，还有娃娃、装饰品。唐妈妈一件一件拿出来让我挑，喜欢哪件就穿哪件，我看得眼花缭乱，都不知道该看哪一件好。而唐妈妈对这些衣服其实还不是特别满意，还想着早点抽时间亲自给我做几套，毕竟她除了是小提琴演奏家，还是个服装设计师，没理由让宝贝闺女穿现成的。妈，这是干嘛呢？唐妈妈正拿着漂亮衣服给我挑选，唐家三哥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了。唐妈妈和他打招呼，我不看，快来给你妹妹挑衣服呢，你也一起来看看你妹妹穿哪件好看。唐家三哥果断拒绝，我一个大老爷们看小姑娘的衣服做什么？他说着还嫌弃的后退了2步，开玩笑，要是被他那些小弟和好兄弟瞧见了，还不得笑话死他？他可是纯正的大老爷们，怎么会看那些粉粉嫩嫩的小裙子？切，就你还大老爷们呢，毛都没长齐，还好意思说妈？唐家三哥恼羞成怒地叫了一声，他妈是不是亲妈啊？怎么能当着小丫头的面这么说她？她可是很要脸的。好吧，行了。唐妈妈笑着说，你和你弟哪个小时候没穿过漂亮裙子？你弟1岁多的时候，你可是最爱给他穿花裙子的，还一天要换2、3套，不带重复的。唐家三哥愣住了，他那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吗？二哥跟他说4弟是女孩子，他就一直以为4弟是女孩子。二哥还说4弟最喜欢穿花裙子，给4弟穿花裙子，4弟就会最喜欢他这个三哥。然后懵懂无知的他还真就干一行爱一行，爱上了给小公主换装的游戏。等他察觉到不对劲，已经被二哥笑话成大傻子了，还被录下来当了黑历史。别说，眼前这个小丫头还真挺符合他小时候玩的变装游戏里的小公主模样的。嗨嗨，他想什么呢？他可没有手痒，可没有觉得小丫头可爱，他可是个糙汉。大老爷们怎么会喜欢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呢？唐家三哥赶紧跑了，一下子被吓得都忘了提醒自己，妹妹是麻烦生物。宝贝，明天就可以上幼儿园了，明天穿这件漂亮衣服去好不好？还有，这是配套的发夹和发带，这个是胸针，还有手链，以及和你生肖相配的项链。唐妈妈和所有女人一样，是个喜欢疯狂买的购物狂，尤其喜欢给孩子买东西打扮孩子。现在最小的唐家4哥都上小学6年级了，早就不让他管衣物穿搭了，现在好不容易我来了，还这么乖巧听话配合，他怎么能不心生喜悦？妈妈，这太多了。不多，哪里多了？除了这些，还有好多在路上没送过来呢。你爸爸也买了好几大车，你当我们家为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就是用来给宝贝你放衣服的呀？等过几天妈妈空下来再给你多做几套，现在先将就着穿吧，以后不用省着，也不用担心。你爸爸别的没有，就是有钱，也就这么点优点了。谢谢妈妈。唐妈妈给我挑了3套我特别喜欢也特别适合我的衣服，就让在家里办公的唐爸爸下楼当苦力，把剩下的衣服都放进衣帽间。等唐爸爸收拾好唐家，三哥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还把唐爸爸整理好的衣服翻得乱七八糟，翻了大概6、7套，搭配好穿搭之后，才偷偷摸摸地溜出了衣帽间。我回到房间没2分钟，唐家三哥就来了，还抱着一堆衣服溜进房间，关上了房门。那个啥，唐家三哥眼睛望天，用拳头抵着嘴唇说，老妈让我来给你换几套衣服。我眨了眨眼睛，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刚刚换过了还要再换，但还是认认真真的说了声谢谢哥哥。哎，别乱叫，我还不是你哥呢，我只是看在爸妈的面子上才过来的。唐家三哥嘴上这么说，却早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过去，把挑的几套衣服都摆放在床上。来，一套一套试。我很乖地一套一套换了一遍，没瞧见我换一套，唐家三哥就在我换好之后偷偷拍一张照片。等我把几套都换完，唐家三哥还意犹未尽，这小丫头真是和他收集的那些限量版手办一样可爱，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呢？但他也知道不能做得太明显，免得被怀疑，于是保存好照片就抱着衣服走了。我觉得三哥真是奇奇怪怪的。唐家三哥离开后，一改刚才在我面前的严肃，内心激动的像是有10几只小狗在狂奔闹腾。他回房间后，在床上滚了好几圈才冷静下来，随后找出好兄弟的微信号，把刚保存下来的我的照片发了过去。是兄弟就砍一刀，被盗号了。对方回复，我是你祖宗。什么被盗号了？这是我妹妹，可爱不？对方不但不回答，还一口气发了10几张他妹妹
妹的照片，各种角度，各种吃喝玩乐，各种可爱卖萌，各种撒娇任性的。我是你祖宗，卧槽，你够了！就你有妹妹，是兄弟就砍一刀哦。昨天还是前天，谁跟我说妹妹都是麻烦的？还有之前是谁信誓旦旦嫌弃我，说我是妹控，说我跪舔妹妹的？我是你祖宗，滚！绝交！唐家三哥气的直接把好兄弟拉黑了，因为被最好的兄弟打脸，他很不高兴，躺在床上越想越气。他才没有承认我是他妹妹呢，才没有掉进和他兄弟一样的坑里呢。对，他才没有。虽然这样说服自己，但唐家三哥更不高兴了。他不开心就想找人一起不开心，于是给唐家二哥打了电话，不等对方开口就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喂，二哥，我跟你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爸妈抱了一个小女孩回家，还说是我们的妹妹。妹妹？对呀对呀，二哥，我跟你讲，妹妹什么的超级麻烦，浑身都是麻烦，我可不要，我才不会像那个谁一样做妹控，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有多麻烦？有多麻烦？就是唐家三哥想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麻烦，甚至因为多了我，他顺理成章的把隔壁讨厌的宋家老二痛扁了一顿。后来宋家老二来找麻烦，我还帮他出了头，那可是他这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他想不出我的缺点，干脆不说话了，还为了防止唐家二哥笑话他，啪的一下直接挂了手机。嘿，他可真是个机智的英俊大老爷们。第二天我要上幼儿园，除了出国留学没回来的唐家大哥，正在备战高考住封闭式学校的唐家二哥，出去参加数学竞赛，暂时在外地的唐家四哥外，家里的人都到齐了。唐家三哥本来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但唐妈妈一说家里其他几个大的都不在，就剩下你一个哥哥了，要是你不出面，不跟着一起去，志威会伤心，会难过，会不喜欢你的。他就立刻改变了主意，他才不是为了让我喜欢才跟着一起去幼儿园的呢。因为是我第一天去幼儿园，唐爸爸还特地请了一天假，亲自开车送我去学校。车上除了唐爸爸和我，还有唐妈妈和一脸别扭的唐家三哥，一家四口整整齐齐地来到了幼儿园门口。此时正是早上上学的时间，这所唐爸爸投资的贵族幼儿园不但师资力量雄厚，环境也得添堵厚。住在附近别墅区的富豪们都会把适龄的孩子送来这里。幼儿园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家长送孩子上学都得把车开进园区，再根据孩子的班级开到不同的区域。唐爸爸身为大股东，有专属停车位和其他更优越的配套设施优先选择权。此时正是车子最多的时候，还有不少车子在排队进园区。唐爸爸的车一到，不用排队，直接开去了专属的 VIP 通道。那辆车是怎么回事？怎么不用排队就进园区？怎么能从另一条路进去送孩子？正好宋恋恋今天也来这所幼儿园上学，宋朗月要求宋家全家都到场，让宋恋恋感受到宋家对她的在意、宠爱和重视。所以即便是很少露面，从来不管家里孩子事情的梁婉晴也被叫了过来。梁婉晴今天本来约了小姐妹去做 SPA， 享受富太太的生活，结果一大早被宋朗月叫起来，还要送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小丫头去最好的幼儿园，还要对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小丫头好。她本来就不高兴，现在看到有一辆车不用排队就能走专属通道，她的脾气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梁婉晴只想做被全家哄着的副驾，太太小公主，可不想来个小丫头和她抢宋家男人们的宠爱。她以前对我不好，经常打骂我，嫌弃我，宋家人没人说她不好。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女儿，不但抢宠爱，来的第一天还对着她颐指气使，说她长得丑，开口闭口我以前的妈妈怎么样，她气得不行。偏偏宋家的男人都要她忍，让她不要和小孩子计较，还强迫她对这个死丫头好。她自然要找渠道发泄情绪，不敢对宋家的男人们发，只能冲外人发。那好像是唐家的车，宋家老二最近恨毒了唐家人，已经到了想装善良、装大度都装不出来的程度。他对唐家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一眼就认出了唐爸爸的车牌号。宋朗月一开始还没觉得那辆车不顺眼，现在一听是唐家的车，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老大，你去把他家的车拦下来。宋家老大和唐家二哥同龄同校，都在封闭式高中上高三。今天是周三，正常上课时间，但为了给宋恋恋留下好印象，他特地请假了。宋家老大虽然一直在觊觎公司总裁的位置，随时随地想着谋权篡位，但向来不会公然忤逆宋朗月，还会装得很孝顺，以此坐稳宋家太子爷的位置。听到宋朗月的话，他真的走了过去，想把车拦下来，但还没靠近，车已经开了进去，保安也走过来把他拦了下来。这位先生，你有什么事？那辆车为什么能不排队就开进去？那辆车是唐先生的车，唐先生在我们这里有专属停车位，所以可以直接进去。宋家老大不服气，专属停车位多少钱一年？先生，您是想办理吗？保安在这里上班，没少见财大气粗、爱拿钱砸人的富豪，要是能拉到注资，还能拿提成。见眼前这位年轻人有这个想法，顿时露出了职业笑容。这位少爷，是这样的，这里的专属停车位也不贵，只要你每年往幼儿园注资5000万，以后你的车想进园区就再也不用排队了。宋家老大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5000万？他是吃饱了撑的，有钱没地方花，要花5000万买一个专属停车位。宋朗月见宋家老大没拦住唐家的车，还站在那儿和保安说话，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对他
产生了不满，打开车门，沉着脸走了过去。老大，怎么回事？爸，他说每年注资幼儿园5000万才能从这条路进去。宋朗月也呆住了。宋家不缺钱，但也没有富裕到这种程度。一想到唐家人居然每年花5000万在这里买个停车位，他真是又气又嫉妒。唐家人肯定是查到他要把宋恋恋送来这所幼儿园，才故意一大早开车路过，开进来炫耀的。宋朗月气得要命，整张脸阴沉的可怕，但要他一年拿出5000万注资幼儿园换一个专属停车位，他还真干不出来。这种土豪又霸道的做法，也就唐家人干得出来。唐家根本就是故意给他难堪，可是现在这口气就算不想忍，也只能忍。宋朗月觉得丢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要不是为了讨宋恋恋的欢心，让他多带些福运给宋家，让宋家的企业更上一层楼，他早就转身走了。谁要来？幼儿园门口和一群低等人在这里排队，做爸爸的都走了，宋家老大也沉着脸准备走，可保安不干了。哎，这位少爷，你不要专属停车位了吗？你有家人在这里上幼儿园吧？你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肯定不缺这点钱，一年5000万很便宜的，你真不考虑一下？不要，滚开！保安可是个关系户，背景很硬，除了家里没钱，其他啥关系都有。他从唐爸爸投资建造这所幼儿园开始就在这当保安，可不是受气的人，见赚不到提成还被人骂，立刻翻脸。哎，我说这位大少爷，你至于吗？一年5000万的注资都不愿意出，还在这里装什么大款？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说什么？宋家老大被羞辱的一把拽住保安的衣领，眼底满是戾气。我说你是穷逼，穷逼，大穷逼。